好，我是 Tim， 欢迎收看我们2025年的开包节目。我们每年都会做这么一个视频，给你来展示一下，包括我在内，我们公司的员工都会往他们包里面塞一些什么东西。像我今年更迭的设备是非常之多的，我相信有一些你一定是没见过的。所以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这个包多少钱？你先说。这个包要7000多块钱。对，哎，你们各位能看一下？请问这个包它为什么值1000多块钱？我这个是属于拿刀刮或者干嘛的，它都不会破的。可以拿刀刮的吗？据说是可以，据说是可以。哎，话不多说，反正就是这个包，机场里所有的商务精英人士都在用。就它这个美观度是为什么商务人士要背它？就是你背上了之后，你就是商务人士。你看看里面有什么吧。啊，我们来打开它的这个里面吧。这是什么？这个是一家叫达利的公司做的耳机。你敢信李思维会买这个耳机？就是给他 AirPods， 他扔掉，他不要的。我不要的。多少钱？7000多块钱。对。为什么你这个膜没有撕掉？哎，这个我到时候，假如说啊，就是想要把它传递的话，我会在详情页里写的，只用过一次，大家不要学我。韩寒。一座城池，韩寒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他的所有的作品我都拜读过。有很多人问李思维，你为什么这么好笑？因为看韩寒的书，因为看韩寒的书看的，因为韩寒这书真的很好笑。你多念几遍韩寒，你还能念顺吗？你念5遍韩寒的书很好笑的，就是看了之后你的笑点会被改变的。我来随便节选一段，好。不好笑，来继续。这个，哦，这个 logo 的老板是 Red 公司的创始人，欧克利。欧克利是 Red 的创始人。对，你不知道，你都不知道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好，欧克利的老板，他靠欧克利赚了很多钱以后，他在一个派对酒会上跟别人说，为什么现在电影机还这么大？然后他说，我成立一家公司叫 Red。哇，真有钱！你知道欧克利的眼镜有多暴利吗？就是一看就是几十块钱的东西，但他要卖几千块钱，没毛病吧？就是几十块钱的东西，我感觉你就是现在马上就要开始进行变身的那种，就是像一个苍蝇的复眼。我还会带一个这个乐器。人学会乐器的最大的阻碍就是需要学习。你要学乐理，你要学会怎么撩拨它，对吧？这些都是很麻烦的事情，但是这个东西就不需要。你吹一个阳光彩虹小白马。007，噔，但就是这个旋律至少要是在你脑子里的。10分里面，你给李思维的包打几分 ？My bag， 来，轮到我来锐评你了。这个呢是我不是特别平常的，我朋友刚寄给我，所以我装在包上面。150瓦的手电筒，就是我这个朋友呢，属于不是特别正常的那种朋友，就是他喜欢做这种不是很正常的设备。我说实话，这个灯啊，有的时候就外卖冷了，想要加热一下，它也是可以实现的。是的。然后下一个，我也是很真实的，我也是很 real 的人。你以为我会理好包给你看看我整洁的样子吗？这就是我的包。这是维生素片，我妈妈一定要我每天都吃，我妈很劳心，好吧，真不是广告。我从小被我妈要求吃到大，就是我从几岁开始就吃这个。我对这个东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是我工作最需要的一点，就在我们视频上线之前，你很难想象我们一个商业化的内容需要改多少次，所以我必须随身带的录音机可以去补一个词或者补一句话，这个是 AI 没法替代的，所以这是我目前最便携的一个录音系统。这个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夏天还是非常适合拍摄时候使用的，这个叫做极速高速手持风扇 Ultra 2，它这个上面有个数显屏，它可以显示电量。这是几档？1档，它可以调100档。哇，有点像我们在日本那个山上的感觉，这个风力超级大。然后这个是我更常用的，它用来给你做这个气吹，你平时用它来清理相机这个 CMOS 或者镜头都可以，然后你衣服弄湿了，用它吹一下也能快速吹干。它还很适合就是我们这种户外的选手，比如说我们吹那种气囊啊，然后要生火啊，这个还挺好的。那除了吹风，它还能干什么呢？
它还可以做手电筒，你按3下的话，它有3档亮度可以调，然后再按1下的话会变成一个警灯模式，可以求救。那最后它还有什么功能？它还是个充电宝，它是9000多毫安时的一个容量，那可以充2次电了。它默认假如不给手机充电，它的续航最长能达到25小时。假如你的飞机掉到水里了，你在一个海岛上，你这包里面最有用的就是这个了，这个大有来头，大有来头。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被网上拍的好的宣传视频骗的人。这次的 C2C 数据，你不要急，这是苹果他们还发了一个广告，专门为这个线拍了个广告。我那天没有仔细看，我以为这是个什么很特殊的音频线，然后收到以后我发现它真就是一根 USB 2.0的线，在2025年6手啊。USB 2.0卖100多块钱哦，你知道它配送，假如要当日配送要加45块钱。如果上面一个让你觉得合理的思维，我让你猜一下这根线，它的逻辑是让你在优雅办公的同时插上这个，然后这样你的手表可以拿下来，优雅的充电。结果就是这边这个口子已经融化了一点了，然后这个它上面直接跳过热警告，显示已经快要爆炸了。这根线它卖我598块钱，然后你知道最离谱的是什么吗？我买了1根以后，他就把这个产品从他店里删掉了，孤品就消失了。孤品，他们说我没有过这个产品，哦，没卖过，不承认。他不承认。这个别生气品牌真的很厉害，他们的客服也是尊重了他们这公司的主旨 ，No mad， 别生气。这是我们公司直播部门的戴戴。Hello， 各位好。戴戴是职业模特，曾经职业模特。你的包里有什么？好，首先我先从包开始讲吧。然后我今天的话背的是我们一个 X 双形态的21升的这个双肩包。这是我们的新品。没错没错，是我们的新品。但是其实我已经背了有一段时间了。我感觉我们已经在直播场了，我已经进入直播状态了。我们进下一个，你开个眼啊。这你包里会装的？对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直播的频率比较高嘛，然后对于上镜的需求就会很多，包括日常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编导啊、摄影的老师来找我拍 B-roll 之类的，我就需要很立刻的可以完成一个变装，所以那请问这么多你怎么迅速的完成一个变装呢？头发的假睫毛、底妆，这些都是口红、散粉、遮瑕、刷子，这都有。我想问就是一张脸要这么多的刷子，它能刷什么不一样的？当然了，就像我不理解，就是相机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能明白吗？这种感觉。还有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不是我包里日常会带的。这是什么？肌肉服，是真有人穿这种的吗？啊，其实这个模特的话，一般他们自己会练，但是我知道你太累了，你没有时间去练。你先记住，现在我长这样，3、2、1，太炸裂了，太炸裂了。就是这个，有一点超出我的舒适区了。你要做一些很健美的那种动作。这就是力量。这是我们公司的录音师坤，他负责来录我们很多的现场的声音。你的包里，你为什么是 LV 的包？它是我在中古店淘的，它只要1000块钱。然后我的包里面的话就是一个耳机，森海塞尔的 HD25，这是一个性价比挺高的一个耳机。对，你会发现很多同期声的录音师都会用这个耳机。这个看起来很破，因为它耐噪。它这个材质，它是很耐噪的一个材质，而且它的降噪的功能，对，随便捏都没关系。然后这个是一个 iPod， 这是当时在日本富士山下的一个二手店，然后当时 Tim 给了我们一张黑卡，他说你们想要什么他都给我们买，因为看我们很辛苦。这是物理上面黑色的卡，不是我黑出来的卡。我想强调一下啊，对 ，SD 卡，我觉得是最值得讲的东西。Tim 老师每次都有很多紧急的那种 talking 要录，我刚来公司的时候，我们去上海，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完了我们到了房间，然后准备开始录了，发现没有卡，然后我们跟制片联系，他要1个小时之后才能过来。哦，我记得那一次。对，我们在那个房间里面干坐了1个小时，然后 Tim 老师还给我点了一杯冰美式，我以为我要凉了。没有，他活着。因为那次我就是一个什么重要的采访来着？F1的好像是。也许从这个可以延伸出来一个故事。我们采访的那位 F1的总负责人，因为一个事故，55岁已经去世了。唉，世事无常。猫条。这是什么会带在身上的？电池。这个电池其实还是很有来头的，它并不便宜。像这么几颗，8颗加一起要多少钱？65块钱。这就是专业的录音电池，它不是充电的，它不能复用，所以基本上拍自综艺可能几百块钱、上千块钱在电池上面。对，光是声音电池。猫条，
因为我收养了一只小流浪猫，就是我在消防通道里养了它8个月，然后搬家把它带走了。然后它因为是流浪猫，所以它野性很重。因为我看网上说，你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如果你带一点东西，别人那个猫就会觉得你是打猎回来的，它就会钦佩你，然后我回去我就喂它。他现在钦佩你了吗？它钦佩我。这个门不许进来 ，OK， 懂我意思吗？懂了，好。反正这3个门你都随便去，反正你。这是我们公司剧多多的主持人欧，你的包里有什么？哎，我有一个麦克风，平时我们录节目的话会直接用这个麦克风，比如说像上次这个飓风厨王啊，见到库克，对，见到库克老师，然后呢，我这一遍就把这个口播给念完了，但是我们这个面对大场面比较生疏的这个小潘老师就非常的紧张，这个潘老师的这个眼神啊，这个躲闪，我是怕你说错。你知道吗？我当时有多担心，就是说错以后尬住，我脑子里面已经想过500个，还好你一次性念成了。下一个，第一个机器是这一台富士的 GFX 120，应该是这个名字吧？你敢信？这是我欧子他想练摄影借走的，从公司里面借走的设备。对，我们公司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器材库嘛，有很多器材它平时是闲置的，我们可以去找库管老师去借来自己用，然后。这个富士的 GFX 120F， 它来自我们公司第2大器材库，潘老师的桌子。我的座位上经常会冒出来很多，就刚发布没多久那种测试机。对，所以你目前有拍出什么好的作品吗？大家之前有开玩笑说让我单干，那我的作品就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呢？我只剩麦乐鸡酱了。你怎么会在包里带这种东西啊？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吃麦辣鸡翅，蘸这个酸甜酱是超级好吃我的。死都不会吃这种东西的。我爱吃麦辣鸡翅，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把它蘸到麦乐鸡酱里面。我认为这是对它美味的巨大亵渎。辣辣的这个脆脆的这个酥皮，蘸上这个酸甜的口感，它会有一个混合的一个 mix 的感觉，一口吃尽了酸甜苦辣。那你在公司里不就行？你不用吃了。这是我们的企划部主管易军，你的包里有什么？我的水杯、眼镜，还有心率带。你知道吗？易军算是公司自行车能够拉爆男生的。我们上一次去骑天荒坪的时候，反正我是第一个登山登顶的，李思维和聂飘逸都被甩在后面。就是易军能够直接拉爆所有的男生，我们公司所有的男性全部骑不过他。哦，我最近在研究的选择中一。然后我记得你在上一个节目里有说到你会放屁，这可能是这个肠胃有点问题，然后你就可以按这里，这个穴叫做合谷穴。你手上怎么还有小抄的？因为平时我不会记穴位，只是知道你哪里不对，你就按哪里就行了。就我相信正经的中医还是有效果的，但是我现在见过离谱的中医，说是什么给男性增强体力，他最后只是把西地那非磨成粉混进中药里，然后卖给人家。那我们应该做一期这样的节目。我们一点点不一样，也许应该做这么一期节目，就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买的这些药到底是什么？你想看吗？然后最后就是这个电脑了。这个呢是易军和我说他要学习 Blender 那个3D 软件，然后跟我说能不能给我一台 Max 版本的这个笔记本电脑。我给他配备了已经很久，现在已经过了2年的期限，就是我们公司有个规则，过了3年以后，你可以超低的价格100块钱购入就把它买走，就归你了。我们会再给你配一台公司的电脑，这台给你拿回家去。然后现在我得给他再配一台 M3 Max 或者 M4 Max 的这个电脑。是 M4 Pro。这反正不是我们公司主管的特权，是我们公司每个员工。这是我们公司的明星调色师青青的包。大家好，大家好。你有什么奇特的东西？你包变了，和去年相比。对，没有那么可爱了，但是它这个我已经有装饰过了。这什么？这是第5人格，1个、2个、3个，第4个。好。第5人格启动。它能直接扫了启动。所以说痛包就有痛包的好。这个是小潘送的 GR3。我们公司3周年就会送一台理光 GR3，这是根据大家的需求最终选出来的。我这个根本就是我都不用调参数，就比如说厨子他下班就只想吃1碗泡面，调色师下班只喜欢原图直出。这就是调色师了。
下一个其实我已经带到身上了，因为我是方圆500里出了名的秃子，大家都知道了。比如说这个我一摘下来，然后你就发现我其实没什么头发的，然后这个我现在还是戴上吧。就这样能够随时变啊。还有之前的这个你很熟悉吧？这个很像哪吒的这个，也可以给你弄一下。你弄。我怕一会儿这个迪士尼说咱侵权。我就一直奇怪他为什么头发可以变得这么快，就是上午看是这样，下午看又变一个样子。好，下一个美甲是对穿戴甲，但是因为这个太长了，我比较纠结到底要不要给自己弄。你这样轮子调色师的轮子拖不动。对呀、因为我很纠结到底能不能弄，因为它很影响，会有点影响生活的。哇，你还蛮合适的。你现在可以思考一下你怎么擦屁股了。确实啊，做美甲的人是怎么擦屁股的呢？对啊，还有怎么摁那个冲水的按钮呢？所以我很纠结要不要给自己搞一下。确实啊，这不是直接万箭穿心了吗？我给你戴一手。真的假的？你应该这样展示的，是怎么样？一般都是这样，耶、耶！把字幕加上，不能让大家有任何一个时候能够现在能单独截出来图。我现在必须得不停的说话来确保没有人能够把我这个单独一个画面截走。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直的一个直男，但是因为青青他平时想尝试一下这种新的东西，所以现在我装上了这个指甲。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开包内容的话，欢迎讲讲你这次看下来哪个东西是让你最心动的，也别忘了分享给你的朋友们看看，也给我们点个赞、投个币、3个连、转个发，这都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